日本简报，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中国扩大的间谍法让企业走在蛋壳上。日经亚洲，在中国经营的国际公司正急于确保遵守该国周四通过的日益严格的反间谍法。该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数据、材料或物品。这意味着内部报告、电子邮件、计算机档和任何专有技术都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不遵守法律的公司可能面临罚款、刑事指控，甚至驱逐员工。日本设定了到2030年大公司女性高管占30%的目标。南华早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要求到2030年将日本主要企业的女性高管人数增加到至少30%。日本目前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相当低，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高级企业领导层的性别差距不仅限于日本，只有少数国家的女性占高级管理层的1/4以上。在日本，女性的职业道路有限，导致许多人通过缺乏福利和低工资的兼职工作机会来平衡就业和育儿。自前领导人安倍晋三 Shinzo Abe 的女性经济学改革以来，日本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增加，但这些职位的福利往往较少，工资较低，工作时间更短。女性进入公司最高层的人数增加，将促进多元化并促进商业环境的创新。七国集团科学部常推动研究经费透明度。日经亚洲，七国集团 G7 科学部长计划在今年5月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上，呼吁提高研究资金来源的透明度。此举旨在防止来自中国等国家的不适当的外部影响。会上将讨论一些问题，包括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西方读者正在拥抱日本大胆的女性作家。经济学人，村田沙耶香和川上美惠子等日本女性作家被认为开创了日本文学翻译的新时代。他们的作品引起了西方观众的共鸣，并探讨了家庭生活的挑战等普遍主题。尽管婴儿死亡率、母乳喂养和对物品的性恋物癖等令人震惊的话题，但他们的作品被证明很受欢迎。在村田沙耶卡的半自传体小说之后，出版商越来越多地问下一个便利店女人会是什么。该小说在2016年获得了著名的阿久田川文学奖。日本老人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开设免费咖啡馆。路透社，75岁的日本国民 Fuminori Tsuchiko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开设了一家免费咖啡馆，以说明受俄罗斯入侵造成的冲突影响的人们。Tsuchiko 搬到了哈尔科夫，在那里他通过在地铁里分发食物来做志愿者几个月。这家名为 Fumi Cafe 的咖啡馆每天为约500人提供服务。Sachiko 说，他在住在地铁里时遇到了一名乌克兰公民，多亏了社交媒体，他收到了日本人的捐款来创建咖啡馆。俄罗斯对这座城市的袭击仍在继续。对于国民来说，亚洲仍然是一个尚未开发的人才市场。华盛顿邮报，华盛顿国民队没有从日本、韩国或台湾签下一名球员，尽管自1995年以来超过一半的 MLB 俱乐部这样做。根据福克斯体育收集的数据，洋基队、红袜队、道奇队、大都会队和流浪者对战这些签约的一半以上。有几个因素会吓跑球队在东亚投资，包括发布费用和在竞争对手俱乐部竞争时考察该地区的成本。该地区的人才库很深，但很难通过零星的球探存在来建立信誉。2位在日本市场有经验的消息人士说，虽然华盛顿以前只在东亚有选择的进行球探，但内部一直在讨论增加俱乐部在东亚的存在。然而，由于发布费和其他因素所需的相关成本，国民尚未在该地区进行大量投资。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